平常啊，我跟你们肉嫂要在巴黎吃一顿米其林，动辄就要大100-200欧。但是今天我带你们来的这个美食节 Taste of Paris 啊，人均几十欧就可以吃到当红米其林主厨、Top Chef 冠军，还有世界最佳甜点师做的菜。那么问题来了，平时这些做惯漂亮饭的星级主厨们，他们会用怎么样的方式来演绎街头小吃？他们又会把这些街头小吃做出什么样的花样呢？嗨，我是喜欢带你们探寻美食的肉仔肉，今天跟我们一起带你们参加巴黎美食节 Taste of Paris。太夸张了，朋友们！现在星期天早上11点40刚开门的时候可以算是已经排了有超500-600号人了吧？反正排队的长度是超过500米的，我用谷歌地图量过这个距离，太夸张了。看来法国人民对美食的热爱还是不可低估的啊！那我们就开始。作为巴黎最重要也最具影响力的美食节之一Taste of Paris 汇聚了巴黎当下最具代表性的米其林星厨、法国厨王争霸 Top Chef 走出来的人气厨师，以及世界级顶尖的甜点师。但它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主厨们今天并非站在自己精心打造的餐厅里，没有了白桌布和漂亮餐具和完整冗长的 fine dining 叙事也没有了灯光、酒单和成体系的服务节奏铺垫，他们只能靠味道来让食客们判断这个厨师到底有没有东西。而这个巴黎高端餐饮圈1年1度的专业技能展示窗口它既是一个极佳的接触到观众的舞台，而它也可能会变成打翻自己招牌的修罗场。你们酒鬼肉槽的酒就已经准备好了哈。它是罗兰百悦的年份香槟，好喝。我们今天的第一站 Hôtel Crillon， 也就是巴黎瑰丽的 Nonos。国内喜欢吃fine dining的小伙伴可能会知道它哈。Paul Béret， 它就是曾经的上海传奇米其林3星餐厅Ultraviolet 的主厨，今天他真人还在那站台呢。那家餐厅当年是以沉浸式用餐以及8888的超级米其林套餐出名的。吃过的小伙伴们告诉我们是什么样的感受？弹幕里面告诉我们，今天他们家的菜不要8888，也不要888，只要7欧。我们是买了他们家的3个菜第一个是这个很经典的 Rœuf Mimosa， 法国非常传统的一道鸡蛋料理法国很家常的一道前菜。它其实就是水煮蛋，然后把蛋黄挖出来做成蛋黄酱之后再挤回蛋上面。它这个里边呢加了一些金枪鱼，还有盐制的小提鱼，提鲜用的。它加了一些炸的洋葱碎去给到一个脆脆的口感，然后它里边是那种溏心蛋的质感，蛋黄是那种在嘴里边会爆浆的那种口感，就是把各项细节都做得非常好的一道家常菜吧。我觉得还蛮好吃的。然后第二道是他们的招牌的猪肉烤串，它其实是预先烤好了的，然后在出餐的时候用牛排小烤炉先炙烤一遍，然后再用喷枪上一个焦糖色。它上色其实还是蛮不错的，但是摆在那卖的话，冷下来了这种烤串确实可能会影响它的味道那我们先来试试吧。它是用那种薄薄的梅花肉一层一层的垒起来的做成的那种烤串，口感嫩度上倒还不错，但确实冷了之后猪肉脂肪的那种猪油的那种口感会在嘴巴里边有点拧住。它猪肉这个酱汁的味道其实蛮中式的，你吃得出来那种上海菜的那种酱香味在里边。这当然可能也是因为它常年在中国开餐厅的原因吧。它的那个烟熏味还蛮好的，对，它烟熏味给的很浓然后因为它是猪肉切片，每一口都非常的入味儿，还蛮不错的，很适合中国人口味的一个调味。然后第三个是这个牛油果，我也有点一脸懵逼的样子，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吧。有点咸，有面包就很配了，我觉得是好吃的。它这个牛油果的名字叫做 Avocat Cantine， 就是法国食堂里边最常见的那种牛油果吃法它其实就是法国的地龙芥末酱加了酱油，然后再加上橄榄油跟黑胡椒一起去烤了一下这个牛油果，确实熟度选的蛮好的，就是一个非常家常味的东西吧。这玩意儿多少钱？7块钱。它只是食材呢，它就是普通的食材。对就是最普通的家常菜嘛。我觉得总的来说呢，他们家就是把法国非常传统老的那种家常菜，用了一些创新的手法，然后把细节照顾到位了。价格上呢，当然今天这一菜定价本来就是往街头小吃那个方向去的我觉得排个位的话，在我心中能给个顶级。我是8分。继续下一家。
下一站啊，我们家邻居狗蛋在凡尔赛华尔道夫的2星餐厅哈，13块钱吃布列塔尼蓝龙是什么体验？小哥说他们的秘密醋非常的之贵哈，100年的老醋，让我们来试试什么味道。朋友们，没有跟你们开玩笑哈，你们不要看他刚刚那个醋只滴了3滴，那一瓶可真的是100年意大利80米老醋，一瓶要650欧，朋友们，滴滴都是黄金啊！好好吃的醋啊！当然，除了它这个醋之外，哈，这个盘子里边主角应该是这个只有3片的蓝龙虾，旁边还放了一个包了虾钳肉的春卷，试试味道。我运气那么好吗？一口我就吃到了这个虾壳。哇，这可以投诉的耶！但是很鲜啦，真的很鲜。就算没有在专业厨房，他们的更多也掌握的非常好。它确实没办法达到现场做的那种果冻般的质感，但还行吧。然后龙虾酱本身的鲜味也还 OK， 炸的春卷不可避免的回软了，里边的虾钳肉呢给的也还蛮多的，但是它里边混了一些根茎类的蔬菜，放的时间长了之后就导致有一点那种蔬菜的臭味出来，这点我觉得稍稍有点不行。但是给的元素还是蛮多的，但还是那句话，13块钱还要什么自行车啊？而且也有蓝龙，我觉得人上人吧。你觉得呢？我给的夯，我蛮喜欢的。评价这么高啊？那个醋很好吃啊！原来汤的原因是那个650欧的醋哈。你想象一下，用那个醋来拌沙拉。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真的去找这家100年老醋店了。朋友们，我们以前一直以为意大利这种老醋哈，多多少少是有点智商税的，但是刚刚我们碰到了狗蛋家餐厅用的那个意大利老醋的牌子 Cristi， 然后我们做了一个他们家全产品的品尝，被震撼到了。哇，他叫醋我爱上了。我第一次吃到醋原来还有这么多味道。给了我一大勺25年的老醋，跟我年纪一样。哇！朋友们，5个字可以形容它：醋中白兰地。好浓郁的味道，它味道层次可太丰富了，好多层次。我的天！你觉不觉得它已经叫出豆豉豆瓣酱的那种焦糖味了？很沉的那种香味，非常有特点。我的天！就这个你加一点点到沙拉上，就简直超级提味，完全被说服。就第一次吃到原来醋可以有这么多不同的味道，然后你们肉嫂马上就买了一瓶，这个是他们家的入门款 IGP 的地区产区保护的那种老醋。他们家是巴塞米克最老的制造商之一，超过400年的历史了。反正这一瓶还是27欧，差不多接近200块，但是真的很好吃，朋友们，真的很好吃。有机会的话，我们都想去意大利的80米醋的产区，好好的拍一点相关的内容。真的是有了比较才知道，好东西是这样的，是越老越香。这个我们可以给到一个夯。回归正题，下面呀，我们将去到全场气氛最嗨的摊位。吓我一跳！情绪价值顶满了，朋友们。人家都是给个硬币，他们给一头牛牛。朋友们，这个摊位有点让我们哀人力竭啊，真的是全场情绪价值给的最夯的一个摊位了。主厨穆罕默德是第12届 Top Chef 的冠军哈，但是一般来说 Top Chef 得奖之后都会去米其林餐厅或者自己开一个餐厅去拿米其林。但是
它不太一样啊，得奖了之后却开了一个 steakhouse， 就是传统的那种牛排屋，做最传统的那种街头小吃和那种平民美食。然后今天他们的这个风格也是哈，我们买的这个是11欧的一个 mac and cheese， 就是美国最传统的那种奶酪意面，然后配的是慢炖拆出来的牛肋排，情绪价值给的很满哈，味道到底如何还是要看看才知道的。然后它有多吵呢？吵到我的 iWatch 已经开始警报了。你这种艺人也受不了这种。好吃。它这种拆肉的牛肋排啊，真的是超级嫩，做到了入口即化这种感觉。它拆肉里边有洋葱，还加了一些炸的洋葱碎哈，洋葱味非常的重，配着这个裹满奶酪的意面啊，我可以称之为法国版的塑胶炸酱面，就这个道理。真的还蛮好吃的。但他们如果餐厅也是这样的话，应该还挺好玩的。对啊，你们肉嫂刚刚进去，迎面就放了个炮，给他吓的。但总之是很有意思的体验了。我觉得，说实话，刚刚那个情绪价值还是有加分的。有加。虽然11欧只是吃一碗塑胶炸酱面，隔壁13欧吃蓝龙，但是加上这个情绪价值，我觉得可以给到汤。就法国的这个厨师培养的系统哈，其实是蛮有道理的。你们看背后的这个摊位，就是著名的香槟品牌 Laurent Perrier 和他赞助的那些 chef。然后这些 chef 都是一些从各种比赛里边出来的年轻的有才的很厉害的年轻人，被这些大品牌赞助之后呢，他们就可以开自己的餐厅，然后成为新生代的法餐主厨的中坚力量。但是这个是一个互惠互利的很完整的一个生态系统。Stephanie Leclerc 是法国的厨王争霸第2届的冠军哈，2011年到现在哈已经15年了。这位现年44岁的女 chef 也已经拿到了2颗米其林星星。试试她的东西，他们给的这个哈是一个班贝后具，也就是法式吐司，但它旁边配的是一坨羊肚菌做的冷奶油，上面撒的是羊肚菌的粉，非常的鲜，羊肚菌的味道非常的浓哈。那个奶油进嘴真的是满口生香的，而且它那个吐司是煎过的，热冷的这个搭配还蛮不错的。但是我说实话，13欧这么一个东西，就味道来说还 OK。就是这个钱你给他的是他的创意嘛，对吗？我觉得可以给个顶级吧。你们肉嫂看到酒就自动粘过去了哈。Maxi。其实现在的法国年轻人喝白葡萄酒和粉红葡萄酒还蛮多的，会更多一些。对，红葡萄酒有点像国内咱们说那种老灯酒。反正我同事们 after work 喝的都是白葡。哎，它这个蛮清爽的，很适合夏天喝，典型的南法的那种没有什么矿物感，但是果感比较重的那种酒。粉红葡萄酒其实就是夏天的酒了。下面要去的这家熟读里昂逛吃那期的老伙伴们肯定知道，那就是法国大名鼎鼎的传统菜，号称法式佛跳墙的酥皮肉派。Maison Veuve，巴黎非常老牌的，专门做这种腌肉制品和这个酥皮肉派的一个餐厅哈。然后他们家也是这个酥皮肉派冠军赛的赞助商以及常年的冠军获得者哈。然后今天我们点的这个是他们家获得亚军的一款，配方也是非常的春夏季哈，里边有芦笋、鹅肝、猪肉跟鸡肉，然后你们可以看到上面厚厚的一层高汤冻和烤的焦香酥脆的这个酥皮哈，试试味道。它的芦笋还蛮好吃的，腌制过的芦笋，肉的嫩度把握的非常好的，鹅肝也是那种入口即化的，整体吃上来很鲜，不愧是巴黎老字号啊，朋友们。然后你们看到旁边还有点像青蛙卵的东西，那个是芥末籽哈，那个是用来解腻用的，然后配上他们泡的绿芦笋，蛮好吃的。然后另外一个哈，他们家的神奇单品 flan en croûte， 用酥皮肉派的方式来做 flan， 道理很通啊，说实话。然后你们也可以看到，它里边给的香草籽给的其实是蛮多的，而且给了厚厚的一层草莓果酱。果酱也是他们自己熬的，一点都不甜，草莓的果香味很浓。说实话，这样烤出来的 flan 馅儿有点太扎实了。吃着有点像一个厚布丁的感觉，密度好厚哦。对，就像你们所说的密度很大，我还是喜欢传统的 flan。但是调味是好吃的。
人家这草莓酱做的真的也是蛮好的。然后这个东西一个是7块钱，一个是10块钱，对吧？我觉得只能给个人上人最多了，还不错。作为收尾啊，自然是要回到咱们频道的舒适圈甜点了。这里呀，便是展会中人气最旺的摊位之一，2024年获评世界最佳甜点师妮娜梅泰叶的甜点店。一眼望去，除了精致的花朵造型甜点们，后厨忙碌的身影啊，也全都是女厨师们。这在重劳重工的传统餐饮业绝对不算多见。而妮娜本人也作为女性主厨的代表，如今业界公认的甜点女王，保持着高能量，与来往的路人亲切交谈，合照着。对了，我们还和她邀约了一段采访，具体内容我就放在片尾彩蛋啦。2024年世界最佳甜点师妮娜梅塔叶的甜点，我们今天是买了他们家的春跟夏这2个甜点啊。春季呢，主要就是以草莓为主的一个调味，夏季呢就会更复杂一些，花椒有桂花，然后是用杏子果酱来做调味的，非常的中国口味哈。然后你们也可以看到啊，这2个甜点都非常具有它自己的特点。首先就是花朵倒模的这种慕斯哈，这个是他非常喜欢做的一种造型。然后就是这个经典的脆片装饰，最有名的，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之前跟你们介绍过，它的国王饼是有一个巴黎圣母院的花窗来做的这个装饰脆片的倒模的，非常的漂亮，很具有女性甜点师审美的2个作品。那我们现在来试试味道。它里边有红椒哇，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款甜点哈。它虽然是慕斯甜点，但是它的慕斯几乎没有存在感。你们可以看到它的慕斯做的是很薄的，非常具有空气感。一个好的慕斯甜品，慕斯为了造型服务，但是它完全不会强调主要的味道。然后说它的调味非常有意思，它采用了草莓和红辣椒的搭配，我们第一次吃到这样的搭配。我第一口吃到的时候，我以为有吃错味道了。而且它的红辣椒是泡过的红辣椒，就是它弱化了红辣椒本身非常强的那股青草味，然后跟草莓的搭配呢，我觉得居然不突兀，2个东西吃起来是非常清爽的，甜度放的也非常的低。你们可以看到它里边还有很多的白巧的碎片哈，来提供一点口感，有那种在嘴里边慢慢融化的那种甜感。我觉得它这个整体的设计真的很厉害，能看得出来这个世界最佳甜点师的功力在里边。它的层次还蛮多的，还是很能体现出它作为一个女性甜点师的心思的细腻。总之我觉得这个甜点很有记忆点，也很有特色。第2个甜点，夏天这个甜点哈，哇，整体的桂花的香味在嘴里边一直会留着，久散不去的那种，而且非常的浓，没有一点的苦味。特别有意思的是，你们看哈，它虽然整体是一个慕斯，但它的慕斯是有分层的，不知道屏幕前的小伙伴你们能不能看出颜色跟质地上稍有一点区别。你看这2个慕斯的层次是不一样的，中间这坨是一个桂花香味超级爆棚的奶酱，外面这坨是花椒的，只保留了花椒柑橘调的香味，它是没有麻感的。然后它下面还有一个桂花糖浆泡过的一个蛋糕，桂花香味真的是一进嘴就爆炸开的那种感觉。再下面是黄油脆底，然后中间给了一小坨杏子的一个 compote， 就是微煮过的一种果酱哈，很好的保留了那种酸鲜感。整体底下的饼干底是加有松子，就是整体这个甜点吃起来味道是非常细腻、很高级的一种感觉，它很清爽。然后慕斯虽然是这道甜点的唯一主角，但是慕斯只是为了味道的表达承托的这么一个载体而已。牛的，做的非常的棒，就是既兼顾了好看，又兼顾了好吃。它下面脆底那个松子的香味好香啊，好好吃，对不对？绝了！而且2个甜点一共是17块，我觉得毫无疑问哈，给到夯中夯。牛的。简单做个总结吧。首先，我觉得今天这个活动还蛮有意思的，比我想象中的要更热闹、更有趣一点。但是我觉得对比起前几届的 Taste of Bali 来说哈，今年的阵容应该说是不算豪华，但整体来说呢，今天不管是吃到的东西，各种的不同的 tasting， 然后跟这些 chef 互动也好，包括给到的情绪价值也好，我觉得都还蛮有意思的。就今天其实有点热，大概有30度的样子，又是在大皇宫里面，很不透气，然后
音乐也特别的吵。我作为一个去吃东西的人，我其实逛的都有点累，但是在展台里面的厨房工作的人他们更辛苦，他们是在做事儿的人，会有面对着就是排队的时刻的压力，然后他们都还是很有热情，都带着微笑的去服务。说实话，我很佩服他们，非常尊敬。真的致敬厨房工作者啊！还是那句老话，法国这种松散慵懒惯了的民族，两个行业卷到不行，一个是厨房，一个是烘焙。对，真的很厉害。然后就餐食这一块来说哈，我觉得今天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妮娜梅塔耶的2个甜点，夯中夯，真的是我愿评为今日最佳。你呢？我的话，我还蛮喜欢那个羊肚菌的斑白菊，就是肉哥给我吃斑白菊的时候，斑白菊对我来说是甜的，然后一口下去是咸的，哎，那种你知道吗？就是奇妙的惊喜感，让我还蛮喜欢的。那个羊肚菌的酱汁，它是做的非常有味道的，很浓郁的。我后面越想，我觉得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组合。确实哈，它很符合传播逻辑，熟悉的陌生感，就是这种莫名其妙的小东西藏进了一个熟悉的东西里边，好吧？然后说说这个活动本身哈，今天我们的门票是25欧，然后我们买的是61欧的票，它带了34欧的充值卡在里边。在现场其实这些菜你都是可以用刷卡和 Apple Pay 就苹果支付的方式来付钱的，所以一点都不用提前充值。然后整体的这些菜的价位呢，我觉得性价比都还蛮高的，还是蛮推荐大家来的。希望明年的这些主厨阵容会再更强大一点吧，会有更有意思的一些东西。好了，不知道你们今天最喜欢的是哪一道菜呢？弹幕留言评论告诉我们，也非常欢迎你们把这期视频分享给你身边喜欢美食、喜欢美食节、喜欢逛吃的朋友们。如果你还喜欢这期视频的话，请记得一定要帮我们点赞、转发、投币、收藏一键3连。如果你还想跟我们一起去探索和制作更多的美食，那么请你们一定要记得关注和订阅我们的频道。那么咱们这期视频就先这样，下期视频再见 ，Peace out。哎，等等，别忘了彩蛋哦。Merci de nous rejoindre, chef Nina Métaillé. Donc, le meilleur chef 2024. On a 3 questions pour vous poser. Donc, le premier, pourquoi venir à Taste of Paris? Alors moi, c'est un festival que j'adore parce qu'il y a une super énergie, parce que c'est le moment de rencontrer aussi nos clients qu'on voit pas au quotidien. Plein de gens qui mangent nos desserts et qu'on peut rencontrer, qu'on peut discuter, on fait des photos. On crée un vrai moment de vie, un vrai moment de partage, mais aussi avec les chefs et on rencontre des gens et on fait la fête et on se régale. Quoi de mieux? C'est vrai, c'est plutôt une fête. Rejoindre tout le monde ensemble ici. Et après, deuxième question. À part de votre pâtisserie, c'est quoi votre pâtisserie préférée à Paris? Oh, moi, je suis très gourmande. Alors, j'aime beaucoup, mais j'adore la pâtisserie de Jeffrey Cagne. C'est vraiment régressif, gourmand, c'est élégant, c'est vraiment beaucoup de choses que j'aime. D'accord. Et après, troisième question, parce que tout à l'heure, on avait évoqué un peu vos projets à Shanghai. Il y aura quoi comme nouveau truc? Alors là, on est actuellement à Shanghai avec le Shaohui beurre. Et là, on est en train de créer plein de nouveautés. Je vais vous laisser la surprise. Mais on va faire un dessert très élégant, très délicat, avec une surprise à l'intérieur. On est en train de créer déjà une forme particulière et avec des goûts particuliers. Et ça fait plusieurs mois qu'on y travaille déjà et je pense qu'on aura plein de nouveautés dès septembre. D'accord. 上海的小伙伴们会有一些惊喜的，有还des surprises. Donc merci beaucoup. Merci beaucoup.